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夏天到了，蚊子很多。蚊子很多有吗？我家没有蚊子。对，天气很热。最近看那个短视频，就是属于那种梗图啊，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去打开窗户，我有看到他一打开窗户，然后就是爆炸了，整个就剩那个骷髅头在那边，因为就是想表达外面那个热浪很热太大了，哦太厉害了，就是窗户一打开就哇，整个热浪把它烧成骷髅头。烧成灰烬。对啊，你也看了是吧？那个我有看到。对，对，嗯，好，那特别今天欧洲。我们今天呢，其实因为找不到话题了，就聊一下天气吧。不是找不到话题啊，真的，我觉得因为天气好多事情想吐槽，因为我生活在欧洲嘛，然后就嗯，最近就是通过天气发现了很多，就是让我思考很多，觉得啊，在这边生活有一些想想要回中国吐槽了。想起家乡的美好，对不对？那你要倒不至于，吐槽什么在这面当然舒服这个生活很舒服，但是呢，你在哪一个地方生活，肯定会有一些槽点，有一些这个不爽的地方啊。那我今天吐槽不是说不是说我不喜欢西班牙，我不喜西欢班牙很好，西班牙对很好，对就这个点有一滴滴不好。就有一些点我觉得怎么不太像现代社会，不太像发达国家的感觉，有的地方。对，哦，好，我先问问你们啊，你就勇敢说出来吧。你们在这个在台湾，你买空调的话，会就是多久来安装？然后你安装费要花多少？好，首先我家有首先我家有我们台湾叫冷气啦，因为台湾比较热，我们都是叫空调。那首先我家有4台冷气，我家有4台冷气，那其中有2台有冷暖功能，就是冬天可以用，夏天也可以用，还有除湿功能。当然这是最最基本的，除湿功能是最基本的，制冷制热，对，对，然后冬天可以开暖气，然后夏天可以开冷气。那这个在台湾要买冷气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就是我们上网，看看你要买的房间坪数有多少，然后就照那个坪数买那个大小的冷气。好，对好之后，对啊，再来我们一定要看有没有省电那个节能效果。我们台湾的冷气一定要有节能分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买节能级数最高的一级，因为会最省电。可能那个冷气贵一点，但是长期来讲是省电的，所以我们都是买一级省电的。然后上网订了之后，它一定会附赠安装所以那对呀，当个价格然就是价格已经包括安装了。对啊，对啊，肯定的。他来了还会额外收费吗？会临时？不会，在台湾 OK，不会。然后在台湾，因为如果你住大楼是电梯有电梯可以上下的话，它是不会收费的，除非你住在公寓里没有电梯，那你家在10楼，那它可能就会着收费用，但是也不会很贵可能台币几百块而已，可能甚至不到人民币50块吧，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基本上都没有安装费这种东西，你只要订了冷气，这个冷气公司会帮你找安装人员，所以你订好了，大概隔天会接到一通电话，就是安装人员跟你约时间。隔天对吧？第2天他就跟你联系了。因为如果夏天安装的家家户户都要买新冷气的话，他真的没有空，但是不可能超过3天。3天内他一定会排时间给你。对，从你买到安装大概要多久吧？安装完毕就是3天。我听过我的朋友有到5天的，最长5天我们就会觉得这服务极差。对啊，服务极差，都要给他复评了。基本上3天，
当然，例外就是说，那一年夏天如果真的那个太多人要安装了，他可能真的抽不出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基本上3到5天，对，3到5天可以完成。然后安装完，而且他们来安装还会就是问你要装在，他会尊重你要装在家里哪个地方。然后有的是要那个室外机嘛，你要安装什么的，那他那个都不会加钱，看起来很危险的工作，因为他要爬到外面去，像我家住10楼，爬到外面去，我们都很害怕，可是他经验老道，好像都不会害怕。那反正就是包含这些危险的安装动作什么，他都不会加钱。然后结束之后，他就给你确认单，签好名，他就离开了，就这样。而且他进来还会，就是拖鞋之后还会穿那个什么防尘靴啦，什么那种配备都，然后离开还会帮你扫地，因为可能他有他可能做一些装修会有灰尘什么掉下来，他会稍微帮你扫一下地，但是你可以跟他不用，我们自己扫就好了，太客气了这样。所以就是基本上台湾，而且台湾冷气真的好便宜啊！台湾冷气可能我想想看哦，可能不到4000块人民币吧，很便宜。对啊，那而且是含安装，对啊。灿叔呢？灿叔在大陆买空调也很快吧？很快，基本上我觉得和台湾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也没有额外的费用。安装也挺快的，而且我们都是我们之前在京东上买的，就是反正也第2天也就能到，然后他就会打电话过来和你安排时间。第2天到？对啊，对，第2天就到了呀，很快就到了。你们是冷气先到吗？就是空调机只先到嘛，空调机只先到。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一定是安装人员跟机器同时到。也让我想一下，反正我记不清楚，因为安装挺久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很快就能到，然后他们就是不用担心呐，这个你记不住是因为我觉得一切过程太顺利了。对，他说那无所谓。对，就是我的在台湾是这样，他不可能机器先到，然后放在你家占位置，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服务非常的差啊。但是他一定是安装人员带着你的冷气同时到，对，一定是这样子。对，我们在台湾是这样，对。我忘了，我可能和有些电器搞混了。有些电器它是会提前到，然后有些人帮你安装，他迟点再预约时间来，反正都不要钱。对，我是觉得在大陆，我无论买什么电器，基本上就是1个星期就搞定了。就是东西，包括洗衣机，我还买过小米的洗衣机，然后就是当周就寄到你家，然后就是来师傅给你安装好，它都包括在你就是当时买的那个价格里边啊。对。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我已经买这个空调买了1个月了，而且还是对啊，还没到吗？而且还是这边就是最大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店啊，不是那个空调机的店，是那个百货商店。就是因为我看小红书上说他们算是在当地就是口碑最好的了，结果口碑最好的这种百货商店卖一个空调机，就是1个月还没安装上，我就有点很崩溃。对，那提前多久去买呀？说实话，真的就是下单之后，他不会一般在国内的话，我下单他就会告诉我，就是大概的那个到哪里了，就是什么日期给你送到。就你下单之后，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就是你连什么时候发货都不知道啊。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个客服电话又很难打，就是你打的话，可能要这个等个半个小时啊，或者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接通。就是你打电话你也问不出来这个到底这个你的空调他们都没有录入系统吧，都查不出来，自己都查不出来可能。所以没有Ben叔在西班牙，比如说那个百货的网站上，你查不到你的货现在到哪里了吗？有的可以，但是有的产品这个空调，我不知道为什么空调就是好像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追踪到这个空调的信息啊。然后还有就是
买完之后这个价格是非常不透明的啊。就是他会说，就是你买一个空调，他会说你的那个安装费用是那个340欧元，然后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基础的一个费用。他们还要就是师傅到你家之后，然后看就是安装的时候还会额外的加一些其他的钱啊。比如就是像这个价格它最后的那个安装的费用可能要比你的空调还要贵2倍到3倍啊。因为他来了之后，他就是给你看一看，然后说你这个我这个管子要出去之后，然后你这个外面要给你保护一下，加点什么什么材料，然后或者是你这个外面要多出来几米啊，然后就是他会打出来一个很大的预算单子，那个单子上面有好多好多条啊，有的条你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款项，就是乱七八糟加在一起，就是空调的2-3倍的价格所以我第一次买完这个空调来了一个师傅，那个师傅量完之后，他说这个安装费是这个800欧元，那个空调我才花300-400欧元买的啊，就刚好是2倍，那我就退了嘛，我就觉得。那个师傅不要来安装了，这样。你是把师傅退了是吧？把师傅退了，我整个把货也退了，因为货也退了。因为他340欧元，我觉得就加的话，可能我顶多加100欧元、200欧元，然后没想到他算出来那么多，而且他又解释不通。对啊，我就退了，然后我又换了另外一家百货公司，然后又买一台，然后这一台就那个价格真的很奇怪，包括连送货还有不同的价格就是送到你家门口和送到你家楼下是2个价格虽然我家的楼有这个有电梯，对，但是他们说如果送到你家那个4楼门口跟楼下相比的话是差这个30欧元，就是坐个电梯他要多收30块钱，30欧元。好，所以真的就是这边，而且来了之后他给你一个预算，你还要跟他讨价还价，就是你还要跟他据理力争，就是他给你开的那个预算的价格很可能就是有很多水分嘛，肯定你必须自己也要懂这个知识。然后可能要问问 AI， 然后跟那个师傅就是说，哪有那个师傅他也不真的量，他就用眼睛看一眼，他说这个地方5米，那你最后量完了只有3米，你得跟着说，来师傅你看着，这是3米，3米，多1米就多可能50欧元100欧元这样子，天哪，就很累心买一个肯定心特别累。这个一定，如果遇到这样的维修或安装师傅，你肯定会很烦，因为我们不是专业嘛。对说那个电线水管怎么走，这个我们是不想去烦恼这些事情的。对。但是如果这个涉及到你的荷包，那你肯定要据理力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要装空调要这样安装，真的很辛苦了。好可怕，就是我现在自己找也很难找，因为这边人力都比较贵然后他们这儿也没有那种 APP 没有那种就是把这些服务综合在一起的这种平台。对，就我自己也找不到师傅那或者我只能找朋友推荐，或者是刷小红书，但是就是感觉如果不用他们的安装服务，自己找人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肯定啊，对啊，你也不懂行呀，关键是。对，所以就是感觉好累感觉就是我也看过朋友的装修或者是只要涉及到这个找师傅的人力相关的，就感觉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好的师傅，你必须要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不同的师傅聊，上你家然后聊看看这个预算，最后才能决定。就是
生活中这么小的一个电器，你还要折腾这么久才能安装上，我觉得就是所以Ben叔现在空调已经在你家了吗？还是还没有来？空调已经在我家1个星期了，但是还没有办法安。所以你还没有拆箱，都还没有，没有拆箱啊，就在等那个。那师傅什么时候来呀？但是你现在，我觉得最累的不是空调来不来，因为迟早会来。最累的应该是跟空调已经来了，师傅还没来啊。我的意思就是最难的应该是跟师傅协商，因为他就想赚你的钱，但是你不想让他赚你的钱，然后这么专业的东西你要去烦恼，这个很累耶。他少赚一点无所谓的，就是他水分多加个200欧元我也能接受，那他要加个400-500，那我就觉得那确实一点夸张了，比空调本身都贵那么多。是啊，所以这个让我想到好多点出来哦。第一点就是Ben叔的学生这么多哦，如果西班牙的同学们，你们是安装师傅的，请赶快跟Ben老师联系，你们认识巴塞罗那的这个价格比较实惠的帮中年大叔，帮可怜的Ben叔吧。对，如果有认识安装师傅的，或自己就是可以跟这个Ben老师联系一下，他正为此事烦恼。对。然后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好像嗅到了商机。如果各位同学，如果你有想做生意的打算，在欧洲做生意的打算，或许你可以开一家公司整合这些服务，那我觉得应该会大赚钱。因为如果是你像Ben叔觉得多100-200欧元他都不在乎，那如果你可以开一间这样的公司，把空调跟安装师傅结合在一起，然后你着收一些费用，我觉得在西班牙这种行业会大赚，一定会大赚。对，不一定，肯定有想要省心一点的这种对，肯定有，一定会有想多花50-100欧元，你帮我解决一切。而你这家公司要做的就是去找一些可信赖的安装师傅跟维修人员。我是觉得那边的这个人工的这些人员，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其实你除非引入一些，比如说是从别的国家来的劳费会低一些的这些人，你来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本土的这些人，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就是我也不需要太努力，但是我能赚很多钱这种习惯模式。所以我之前看到的有一个中国有一个网红，他是一个美国人，就说中文说的特别好，他说北京话叫曹操，就是说他就是说北京话说的特别好。对啊，对，我挺想邀请他的啊。你挺想邀请他的，想采访一下。我不认识啊，但是我看到他小红书啊，然后总刷到。他很多对，在中国自媒体做的很好，他聊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你们要谁认识，帮我们邀请一下。对，我们要谁认识？我只认识已经做股的曹操。就最主要，他好像在那个西班牙开了一个民宿。好像在西班牙开了一个民宿，他也在巴塞罗那，好像是对。他就说当时又装修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买这些材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习惯在中国待很久了，这个东西很快就买到了。但是他找西班牙本地的这些，就是说卖材料的人啊等等，都说起码1个月以上或者2-3个月才能运到。后来就是找到中国人了，有中国人在那边做这些事情的。那中国人说可能有点慢，可能得1-2个星期才能到。他说天哪，1-2个星期就到，好快。对，那边西班牙人2-3个月才能到。我就觉得他们已经习惯这种状态了，你让他们突然之间改掉不可能。但是像Ben叔之前和我们说过西班牙这个状态，就是其实在西班牙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开那种小超市，周末都开门的，对不对？西班牙人他们是周末是不开门的，对吗？就是中国人有一些有一些店是那个就是不是就是他们有规定的下班的时间，但是那个百元店什么的会开的时间长一点点啊。对啊，就是需要一些勤劳的中国人去抢占市场，可能。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民族性的不同啊。对，勤劳，我们不能说勤不勤劳或辛不辛苦工作，而是可能就是有的民族会觉得
他的工作就到，但是期间他是很努力的在工作的，只是他工作时数不喜欢太长。那中国人就是要工作时数长，要赚到钱，要努力，要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会给自己更多的标签跟标准，对，甚至这个标准牺牲到自己的生活也无所谓，只要能赚到钱就好。对啊。但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方面，我就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觉得有一些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可能没有人去统筹一下，管制就是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想一想，那消费者肯定是想买一个东西，他肯定是你要买空调，肯定是想要能够很顺利的用上，快的我觉得这个对呀，这个一条龙的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勤劳不勤劳，但是这个东西系统搭建好了的话，就是一个应该很顺的东西，对吧？它也能够帮他们去多卖这个产品啊。我是觉得他们就算，因为他们就算我不好好给你做，或者就是说我不是那么着急，或者说这个里面水分很大，他们无所谓，因为没有你还有别人，你也很难找到更多的师傅了，对不对？你很难找到靠谱的师傅。这个垄断了，没错，被垄断了这个行业，他们有这么一个利润在里头，他们无所谓啊。我是觉得这个民族性倒不是很关系很大。其实就是他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像笨叔说一个垄断了，这可能对，这也是一个大头，就是从这个安装费这边，有人对，有人试图要空调改变费压低啊，但安装费这边赚回来啊，也可能。西班牙有工会的吧？有啊，对啊，以工会他们就是会争取这些人利益啊，就是说你不可能要把他们的标准降低啊。所以那倒也是，是的。哇，我觉得这样好辛苦哦。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很辛苦的，但是对这些师傅而言，他生活又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其实看你怎么看呢，对吧？但是我觉得，我刚刚所谓的商机，就是说，把这些专业人员集合在一起，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今天有一条龙的服务，包括帮你选机器，帮你找安装人员，包括售后服务跟维修人员。如果我能帮你一条龙做好，然后只给你收一个合理的费用，那我觉得应该西班牙人会很喜欢这样的服务。但是这样我也并没有损害维修人员或安装师傅的权益，因为我一样给你们工作，而且你们不用去跟消费者去拉高，他可能又把你退掉这种协商的那种麻烦之处，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啊。有的不是每一个师傅都喜欢灌水，或者是喜欢跟你吵这个价格，有的师傅也想要我跟你讲好就好了，或者是有一个公司帮我跟消费者聊好，那我就去做了，我就去承包了，一定也有师傅是这样想嘛。所以我刚刚才会说这个或许是一个商机，不是每一位师傅都想要灌水或跟你捞钱，也不是，有的师傅就是想老老实实的做事情。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单位或这样的一个公司，能够把这些人纠集起来，然后或许会变成一个西班牙空调清流。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进步，对不对？只是说可能没有人尝试这样做，所以我刚刚才说，说不定这是一个商机。而且我觉得在西班牙生活的人非常需要，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哦，以前台湾的水电工，就像刚刚 Ben 叔说的这样，你就是厕所哪里坏掉了，叫水电工来，他随便开价，狮子大开口，换个水龙头给你拿个几千块，那其实水龙头的成本可能才100-200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些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他把一些优秀的水电工找来，但是这些水电工也不想谈价钱，他只是希望老老实实的工作，然后呢，由公司派 case 给他，他接到 case，反正公定价就是这样，他就去修理了，他也不需要跟消费者或客人讲什么，他就是要赚老实钱，有赚，然后没有纠纷就好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水电行
水电公司也是帮你做这样的一条龙服务。对啊，那就是要规范化起来了。其实它就是不够规范，就是很随便，对吧？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有几个人开头做这种事情，慢慢就有越来越多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是，然后慢慢这种制度化的一个系统就会起来，那慢慢就会改善这种狮子大开口这种喊价的文化。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觉得是一个商机啦，就是没有人这样做，那我现在开始这样做了，或许大家会喜欢我这样的作风也不一定。对，我觉得刚才茶叔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一个人能做这个事情，很多人就会跟进，这其实就是竞争。因为在中国或者台湾这个社会里头，其实很多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就是有竞争啊。你不提供这种服务的话，我找别人啊，别人会提供更好的。因为在西班牙的话，他没有竞争啊，他无所谓啊。我不接你这个单子，有竞争，但是两个都是一样的服务啊，他们没想要竞争啊。对，他们不想要竞争。他们不想，他们无所谓，最主要是没有那种很激烈的竞争。你像中国人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都在争那东西，因为本身人工就便宜，又有那么多人提供这些服务，它自然而然就需要通过竞争来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那给消费者其实是让利的嘛，让消费者是满意的嘛。那像你这样在西班牙的话，作为消费者，那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对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很多在西班牙生活的人，就像Ben叔这样，他是个外国人，他没有办法去跟那个师傅协商很专业的那个，他没有办法，他可能他是母语者，他可能会用西班牙文压你，你都听不懂，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茶叔做了一条龙的空调公司服务，那Ben叔一定会来找我嘛。对不对？对，因为你不需要做那么多协商，然后我的收费可能是200欧元，你一定给我，因为我可以帮你找到师傅，帮你协商好你要的细节，然后只要你满意，师傅去就是收那个价格，不会再收更多。你在这种固定价格的这种诱因下，你一定会希望得到我们公司的这种一条龙服务。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各位同学们有这种生意头脑的，可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说，在非洲卖鞋子，有人觉得非洲人都不穿鞋，你为什么要卖鞋子？有的人就说，就是因为都没有人穿鞋，商机才多嘛。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那就看你怎么想。就像你说西班牙这个已经被垄断了啦，你不可能改变。你也可以想成是这个地方因为都被垄断了，所以我这种有系统性的服务才会被人家喜欢。那我们就去做做看。那我们3位大叔他们准备要改行。我们没有这种头脑啊，好不好？对，我们真的没有生意头脑，不然我觉得就做了。那其实商机是很多了，对，说实话。我就是我如果是个有生意头脑的人，我就去做了。对啊，其实说实话，刚才茶叔说到一点，我觉得这也挺对。就像中国也是一样的。对啊，你比如说做装修之类，你要是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你要自己去装修，你会被骗死，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坑。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房子装修是我老丈人去装修的，因为他最喜欢弄房子了，所以他其实和这些人打过交道，知道这些人坑在哪里，知道那些人完全没法坑他，所以他能把价格压得很低。要假如我和我老婆我们两个自己去装修，找师傅啊等等，我们肯定这个装修下来的价格说不来都比他装完贵了1倍都说不来，这很难说。因为但是呢，就是要是有些东西是有系统性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灯买了，这种灯是在那个买的那个地方比较便宜还是怎么样，它是装修的，就是他当时提供的这个价格，装灯是要钱的这个灯。后来我们就说自己去找线下有个 APP 之类，里面有些专门装灯的师傅。其实那个说实话，它是明码标价多少钱，你就会觉得哦，有这么一些地方，其实你能找到这些日常生活有些可能，比如说修个马桶呀，或者装个灯呀，这些人你都能在一个 APP 上找到这些人。而且的话，其实你就会放心很多，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系统性的、正规化的。但是假如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你一个个都要去沟通，那你其实也会遇到笨叔这种情况，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他是坑你是怎么坑的，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那其实坑起来是非常容易的。我想起来之前我在我们以前那个房子的时候，当时装空调，那是好几年前了，10年前了吧，可能都有了。当时装空调就是来了2个师傅，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样的，就是其中一个人看着很滑头，就是很会说话，就是和你这个唠嗑呀或者说什么的很会说，另外一个很老实，他就勤勤恳恳的在做这个事情。他们要装空调，有一个东西要把空调外机装在外面嘛，就是装在室外嘛，要从我们家那个厨房那个窗户爬出去。然后呢，那个地方有专门放那个空调外机的地方，有个格子间一样的，上面是有很多栅栏一样，你需要把它打开，这样。对，当时我也就很相信他们，就是还在旁边帮他们拉绳子这样。但是呢，里面那个很滑头的人，他们就想取巧，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个，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在我们家，对，那个时候要在厨房装一个空调，因为做饭太热了。最早房子装修的时候，并没有预留一个位置在那个地方要装空调，所以它在空调外机那个滴水的地方，它是没法直接滴到那个一个滴水管里的了。所以当时那个师傅，他因为看我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取了个巧，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滴水的那个管子直接滴到人家1楼那个院子。对，就是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说这个可以这样滴，他说没事，没多少水的，没关系。所以导致就是后面我们一楼下是一个老大爷，就是后面就是频繁了来找我，就说你们家成天这个水都滴到我们家院子了，把我们这个台阶都滴坏了，把我们的这些草都滴坏了。就是后来就引起了我很大的麻烦，因为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对他们也要是那个滴水的话，要处理的话，他需要再布给管道弄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会觉得麻烦，他觉得你反正你也不懂，我就这样弄那就行了。所以后来我们后来自己在处理，其实很麻烦。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的。你要是没有经验的话，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嘛，都是反正自己方便就行了嘛。你要是不懂，我坑你，你也无所谓，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对，这个很正常。你像我们台湾摩托车很多嘛，所以我那时候刚搬来这里的时候，我就摩托车坏掉了。好像是轮胎爆胎了。然后我就去摩托车店，请他帮我换轮胎。我就说我1小时后再来拿，结果呢，我1小时后再来，总共是3000块，我说换个轮胎500块啊。他说没有，我看你那个电瓶也没电了，帮你换了。刹车皮也磨坏了，我帮你换了。那你那个什么什么灯也不亮了，我帮你换了。我就说不对啊，我只叫你换轮胎耶。对啊，你什么不该换的都给我换，我有说你可以换吗？我知道他要坑我的钱，所以我故意装这种语气。我说我这些东西我没有叫你换，你自己换的耶，你为什么要跟我收钱？我只有要你换轮胎而已耶。他后来被我这种语气有点吓到。他就说那没关系，那再少200。为什么要少200？我就是要你换轮胎啊。我就只付轮胎的钱，你可以叫警察来，看警察听谁的。他怕了，他只敢给我收轮胎钱。但是我从那个事件之后，我再也不会去那一家了，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不老实，真的，他想要故意多修东西多赚钱，那他就是骗那些就是很好骗的顾客，或者不敢跟你争论的顾客。那他可能骗了很多人，所以他就觉得可以这样做，欺软怕硬啊。不只是欺软怕硬，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这种心理，贪小便宜的心理，就是试试看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在意这些细节。结果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洗车店，刚好在我们小区门口，其实很方便，大家在那个洗个车，我也洗过1-2回。然后呢，他们的老板看起来人还挺老实，有时候在小区里还碰到，就还打个招呼啊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洗完车之后，就是他老婆就和我说我那个车后面那个有些地方洗不去，就说是不是之前在做保养的时候喷漆喷上去了，洗不掉。他说你这个的话要处理一下，再重新喷漆啊或者什么的。我当时一开始觉得有可能是不是真的，因为有可能想之前是不是自己忘记了，比如说每年做保养的时候忘记了这个事情，或者之前是不是哪一次撞着了，又去这个维修的时候忘记了。
后来我就想，那我先不处理吧，我先回去看一看。然后把车开回去之后，我老婆说你这个，我和我老婆说了一下这个情况，我老婆说你这个就是你之前应该是很久没有洗车了，脏的东西一下子没有洗下来。他说刚好我这地方有一个大公鸡，这个很好洗，洗东西很方便，你去试一下看。我就把那个拿下去。大公鸡是一个洗洁精类型的，但是它是一个强效的洗洁精，有些东西就是比较容易擦去。你就把它涂到那个抹布上，然后弄水这样洗，稍微使劲一点，然后就洗下来了。我以为真的公鸡，打一个大公鸡。对，结果就这样洗下来了。我当时就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去坑我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洗车了。那我怎么知道以后你会不会用别的方式再给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来坑我的钱呢？对不对？有些人就喜欢贪那种小便宜，然后把别人对你的这种信任感完全败坏掉了。说实话，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哪怕不知道是吧？你可能真的在当下，有可能真的在当下他们洗车的时候，我可能也因为好久没洗车了。有些东西确实一下子处理不去，也有可能的。那你要么就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处理，你要么再试一下别的东西处理一下，也可以。但是你可能看到当下反应，哎，这个是不是还能赚钱？就告诉你是对，再赚点钱，把你直接喷漆等等。所以有些人就喜欢做打这种什么小99，对不对？占便宜，对。是，所以这个的确，我觉得无关民主性啦，这个是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占小便宜。那这么听完，我还觉得平衡了一点，就是如果你把我们两位大叔在这里，就是要让你不要那么难过。这个你说的情况就到处都有，是啊。就是如果不是，我是想，如果就是一价全包的话。反正他们的那个人工价格已经被压得那么低了，所以可能安的时候也可以偷工减料一点，或者是觉得自己不麻烦的话，可能就按照不麻烦的方法来做啊。都有可能。如果我们也不懂，客户也不懂的话，最后自己还得找师傅修去弄好啊。对啊。但我还没吐槽完呢，我还有别的地方要继续。对。就是还有这边挺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啊，在西班牙银行就是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到中午到下午2点开门啊，2点以后干啥？然后周末关门，2点以后也关门啊，就是对这个上班族特别不友好。对呀，就是我基本上很少跑银行。等等，发问。灿叔，大陆的银行周一到周五上班是几点到几点？那肯定到下午6点嘛，肯定是啊。哦，对啊，台湾到3点半而已耶。哦，那么早，那么早。因为银行是要算最后那个收的钱多少，他要做一个结账的动作，他要早一点，他那个可能要1个多小时去处理那些账，所以他要提早。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赶3点半。周末开门吗？你们周末？没有，就是周一到周五早上应该是我不晓得8点还是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半。所以台湾3点半也能接受吧？那赶3点半就是你太早了。你公司有什么事情一定要3点半前把它结好，赶快去银行存钱。对，所以我们说赶3点半。对，那大陆的银行很糙耶。很操是什么意思？好操就是很累耶，很辛苦耶。对呀。对啊，就是我有时候想要去银行办点事儿啊，就很难找到时间。就我这边就是要挤时间，或者起个大早过去排队啊。你不起大早的话就很难，就到那儿要排队又花好几个小时，可能就耽误后面学生上课啊。这是一点啊。还有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那个施工的效率很低啊。就是修路啊，或者是修某一个建筑啊，都是以年为单位的啊。就我上周刚去马德里看了个演唱会，然后他们正在修那个马德里的火车站，那个火车站我已经就是1年前去他就在修，
然后那附近的路也在修，现在去了之后，我觉得都超过2年了吧，还在修那个地方啊。还有包括我家旁边，就是因为我去大学工作，我得坐一个公交车站，那边也是因为施工，就临时把我应该去的那个公交车站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整个1年上下2个学期，它都还没有修好，我就一直在那个临时车站坐车，导致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临时车站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那个固定的车站了。那个施工还遥遥无期，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修好啊。就感觉到处都在那个贡献 GDP， 但是就是很慢，永远修不好的感觉啊。那你这可能是在中国习惯了，中国这些东西确实会很快就能给你修好。对，而且大家会有共识，就可能比如我妈妈那个饭店前面，有时候比如修那个管道，可能把那个地都给挖开。对对，那你整个那一排商服，那一排的店都受影响。那肯定啊。但大家都会达成共识，就是说 OK， 那我们都忍耐一下无所谓，忍耐一下。然后你1个月把这个赶紧修好，然后我们就正常营业，正常开店。那肯定啊。但这边可能有的人可能要协商，我不知道啊，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这边这么慢，会不会是因为就是有的店不愿意就是接受这么长时间施工啊，或者是我也不懂。我就觉得现在他们施工是把那个店前面的那个用那种网都给拦开了。就基本上这个一个顾客想去买东西，想去超市买东西，或者想去饭店吃饭，他是没有办法停车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轻易的可以去走到那个店，你都需要可能绕一个大圈，才能进到那个饭店里边。那个饭店是开门的，但我觉得那肯定受很大影响吧。对啊，如果一直施工1年2年，那这个店怎么干下去啊？那开什么店？对啊，对啊，我有时候因为我放学我下课回家路上我就看这个店，我觉得这个很受影响啊，都这么多年。对，就是他们也不抱怨。这个肯定施工处要去跟住户或商家协商嘛。那我是知道有一些地方政府还会，比如说你是长达1个月的施工期，他会有一些补偿金要给这个店家。不然的话，这个店家生意肯定大受影响嘛。所以在台湾的话，会去跟店家协商，店家如果要一些这个比如说补助金什么的，那就可以申请得到就申请下来去，因为台湾也有这样，但是不可能1、2年了，1个月就很长了，这整个对生意影响很大。对，我是觉得中国这边反正就像你说协调啊等等更方便，因为是集体主义国家嘛，对，大家都更习惯，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下来。就会愿意听从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做得很过头，你知道吗？除了这个维修方面啊，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想吐槽一下，就是吐吧。前段时间不是高考嘛，是6月7、8、9号，对7、8、9 3天是吧？高考的时候确实是对于孩子们是很关键的这个时候，对吧？对。但是说实话，有时候就是政府就做的有点过头，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很无语。按道理就是我老房子那边的话，就是它街边，就是从4点钟开始，那有一个这个夜市，就是有吃的，还有各种水果啊、菜啊，什么都有的。按道理那能有多响？你看4点钟开始，可能到8点钟就收摊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要高考了，怕影响到孩子们就是复习了，然后就是不让他们就是那3天不准做生意，停业是吗？就直接停业，不准做生意。我是觉得这也不用那么夸张，孩子们在家里能听到下面的什么声音？他们又不是那种拿个大喇叭在喊卖什么卖什么，又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孩子睡不好觉，对吗？就8点钟能睡什么？就哪个高考的孩子8点钟睡觉？不可能的事情。对，就是有时候过犹不及了，过犹不及，就是这样。那孩子可能要吃早餐，你把早餐店都关了。和你说，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吐槽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西班牙的问题很大哦，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问题。对，就是可能不是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
都有了。对还有就是很好玩，就是让我感觉这面比较资本主义更多的地方就是就是你在火车站买票你买火车票的话，像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在大陆的话就是那个价格都是固定的，对吧？就是就是你从这儿到那儿，你买票就是一个固定的价格。对啊，这边的火车票是跟那个飞机票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承包给不同的那个火车的公司然后那个价格是浮动的，每一天每天都不一样是吧？都不一样，你还要就是刷一下那天，然后看看哪个时间的价格是最合适你的然后就觉得坐个火车还要天天去查价格，这个真的东西方比较不同，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是公营的，公营像在台湾的话，不管是这个铁路当然是公营的，所以价格可能是固定的，应该在大陆也是这样，对，就是铁路是公营的，它就不可能说价格会上下变化，对，不会，应该是固定的。所以你像我们捷运站就是地铁站也是公营的，所以这个就不可能会有浮动的状况。那可能欧洲我觉得很多这种交通设施大众这种运输系统可能都是民营的很多，所以就会有价格上变化比较大的情况。对啊，就是要勤着刷，就是所以就是说你说，但有的国家那个火车也不准时，像还有这边就是有的国家是不检票的在西班牙他们会检票不检票，对然后还有很多国家坐火车是不安检的就是有时候你会有点那个心惊胆战的，害怕别人拿个什么管子刀具拿。因为西班牙之前是发生过那个恐袭所以他们现在坐火车都有安检，但你到法国呀、德国什么的，就是你直接就是走到站台了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如果这些国家的火车不准时的话。然后你已经走到站台了，你在你本来要上车的那个时间，然后来了另外一辆车，你的车迟到了，你就可能就上错车如果你之前是不是上错车了的话，对，我之前上错车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对之前想去机场，然后他那个时间实时的那个时间表也没告诉你他那个晚点了，他就告诉我去这个站台。那在这个站台，然后我看那个车在这个时间抵达了这个站台，那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辆车就是到那个机场的车，我就上去了，结果给我拉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从那个城市赶紧打车去赶飞机。你会看他的车号跟你票上的车号是不是一样吧？会检查一下，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太相信了嘛，就是觉得时间刚好在那里，这个车刚好来了。对，你说9点在2站台，那我9点在2站台出现，你那个9点来了一辆车，我等了10分钟没有车，然后9点来了一辆车，我可能就不会去认真的去看那个车号了，因为我站台我确定了我的站台是对的我可能就忽视了那个车号就上去了。结果就给我拉到没有这个经验了，以后有这个经验就不会出这个事情。对，有这个教训之后就不会，就可能你像我上火车前我就会对一下车号，因为台湾误点台湾火车误点不是说很常见，但是也会，然后我发现我的车误点，我就会稍微小心一下，然后稍微对一下车号，对。还有坐火车，我是希望能有安检，就是觉得没有安检有一点。我不晓得在大陆，在台湾真的是完全没有安检这种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捷运也没有安检是吗？没有啊，你就刷个票就进去了。火车也没有因为捷运是这样，就是前几年有发生一个叫郑捷的杀人案件，他在捷运拿刀出来就是杀了。不是最近好像也有，最近也有一些火车站那个。最近也有一些对攻击事件，烟雾弹那种。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觉得就觉得没什么，就觉得这是零星的一些突发状况，我们都不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你要安检我会很生气，因为你让我很你让我很麻烦。所以这些事件并没有让我们捷运公司有采取任何行动。就是你要发生就发生嘛，反正这个真的是反正也不会轮到我身上，是不是？几率很低的事情，我们就是觉得你让我方便进出，快速进出就好了，你不要再什么安检。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机场我比较不晓得啦，但是我觉得机场肯定有安检了，我觉得这个所有机场都得有。你像火车、捷运这种地方，我们是肯定没有安检，甚至你安检了，我们会骂你那么严格干嘛？对，所以大陆的大家习惯这个有安检了，其实有时候在地铁也很麻烦，但是觉得习惯有这么一个存在，你会觉得啊，它应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我有问题，请问安检的程序是怎么样？安检也是做个作业的那个，好像就是比如说你带了一个包包在身上，他会怎么做？不是，他有一个机器的嘛，你放的那个机器上面，他就进去，他会那个扫描的，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没有刀啊或等等，还有液体。你要喝的水的话，他会放在一个东西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那种什么腐蚀性的或者有什么会爆炸性的东西。对，所以火车站或者是公交车站都有。公交车站是没有，地铁站有。会有这种安检？有。对，然后他们会拿着一个东西在你身上这样扫一下，对，检测。那这就是你要转身，一定要转身让它扫一下。在台湾，除了机场之外，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站会这样做。你不要中国不要说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以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医院都有这个安检，都要把你把这个包都要放那里放一下，然后进去。其实也不是那么严格。但是确实也有了一个程序而已了。对，一个程序。对。那我觉得台湾人神经还蛮大条的，就是觉得都没关系了。你要恐怖攻击就来呀，那种感觉。对，好，那我觉得这一集讲完之后，大家应该很想来台湾生活，感觉台湾。我觉得这个我突然很想抱怨一下，那个吐槽一下，就是安检啊，就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家在那个秦皇岛嘛，去秦皇岛的话，我有时候我从我老家大庆过去的话，会路过北戴河，但北戴河是那个就是领导人夏天度假的地方啊。因为就是这个火车路过北戴河，所以在这一条路线上，所有的这个站都会额外的2次安检就会在我老家那个站就会很多人过来再给你安检一遍然后如果你身上连水果刀啊这种就会直接扔掉对啊。但我在想。但这个东西，如果我到了当地，所有的超市都卖刀，你非得那个安检，坐火车把我的这个就是有一点危险的东西都扔掉。但是这些东西在当地超市你都能买到，都是基本的生活用品。我就觉得有一点很无聊的安检，他是不想让你在火车上有什么动作，不是说你在日常生活里头。对啊，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你一般人没事不可能带水果刀到地铁。但是别的路线就没有这个2次的安检，只有那是因为你这个领导人在那个地方，这不是很难理解吗？那领导人也不会坐火车呀，你管人家呢？对，都是我觉得安检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就是为了安全那就是说这个看这个国家的人有没有这个被安检的习惯。习惯了就还好，真的习惯了就好。你像台湾就是不习惯这样的安检，你如果突然有，大家会反弹，甚至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实施了1-2年，大家习惯了。对啊，就是说实话，地铁的话，就是你把身上背的包还挎的包就放一下。过一下也就过去了，其实没有那么严，就是觉得反正还挺安心的。就是太习惯安检了，发现欧洲这边没有安检，就反而就没有安全感了，不习惯了。对，台湾是完全没有安检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做个守法的好公民这是最基本的。你像台湾以前骑摩托车是不戴安全帽的，后来规定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反弹
但是就是做了之后1-2年大家都习惯了，你不戴还觉得这样子不安全，大家反而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对你来是真的，有些东西它就要有个法律的依据，你慢慢就习惯了。我记得在可能10几年前的时候，中国这边就是喝了酒开车人还不少，大家还都无所谓，因为你像我爸都会喝了酒开车，有一次差点出事儿，就是会有这么。后来不是法律就很严格要求，就是喝了酒是不允许开车的。在路上这个检查也多了，甚至有一些明星效应，之前有一个叫谁来着，高晓松，就是算是一个名人嘛，他就喝了酒开车，后来被那个拘留了，拘留是半个月还是什么的，就这些就是很明确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遵守。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真的喝了酒都不会开车，你要么找代驾，要么就是你家里人有一个喝有一个不喝，总要有人开车，是这样。对，台湾也是，台湾这个现在对于酒驾，特别严格哦。像我们最近我们台湾很流行棒球，然后棒球球员的地位还蛮高的，但是我们是只要有人酒驾，不管你是艺人还是有名的人，当场封杀。对，所以最近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球员，他因为酒驾，后来整个球队就把他这个就是取消他球员的资格，除名了，对，除名，然后直接把他驱逐出球队。所以台湾现在因为有太多这种酒驾造成的悲剧了，所以现在只要你是有名的人啦，或者是艺人啦、政治人物，只要你酒驾，你马上社会地位就没有了，对，你的生涯就结束了。对。然后台湾现在又还有一个现象，就毒驾。什么叫哪个毒啊？吸毒之后开车啊！最近这几个月有很多因为吸毒之后开车撞死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引起了台湾社会很大的关注。所以现在什么毒啊？我不晓得，我没有吸过毒品吗？在你们那边毒品的那个惩罚的力度大不大呀？就是这些事件前，我觉得那个力度很小。没有人关心，没有人重视，但是真的接连发生，真的累积这几个月10几起了，特别是中南部比较严重因为可能有一些乡村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什么的，他就开始染上这个吸毒的毒瘾，然后可能家境还不错，还有颗车可以开，然后就撞死人什么的，所以最近就是政府现在就是对于毒驾的刑罚非常严重，然后还有警察会拦检，就看你有没有吸毒。就是最近我们开始重视毒驾这种事情，然后开始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范。对，我觉得大陆这边反正就是跟毒有关系的，就是死刑，我也没查过，但都是非常重的那种刑罚。就如果是跟明星就哪怕是大麻扯上关系，封杀，就整个没有这个新路了啊，就没有绝对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很严，而且我确实觉得好像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觉得那个毒品是个问题，但是到现在觉得在大陆毒品就是因为比较严格的那个法律规定啊，就觉得跟毒品没有什么这种犯罪的事情在发生了，对吧？就管得比较严一点，对，我倒觉得台湾现在可能吸毒的问题蛮严重的，因为我是志愿者嘛，我们几乎每1-2个月我们就会到学校去推广反毒，然后我们发现很多小孩子、小朋友们、学生们真的没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就会带一些毒品的一些就是一些样本。让他们分析这个不是口香糖，这个是毒品那吸毒的人故意要你看你小学生不懂，给你糖果吃你就吃了，结果其实里面是毒品，然后我们就要去宣导。还有人去赚小学生的钱呢？对，为什么？贩毒的人他是不会管对象的，他只管有钱赚就好了。只要你染上毒瘾了，反正他就是有收入进来，因为你是把持不住自己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连小学生都有人染毒，很可怕，青少年也有，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危害很大，就靠他们贩卖家里的东西来。这个要从教育着手，
这个要从教育着手。是，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啊很广泛，很散，很丰富很丰富啊！不要说很散，很丰富，很广泛，丰富啊，值得省思。好，那希望大家从我们这么丰富的主题中也想一想，你的国家装冷气装空调到底是不是像西班牙那样有那么点麻烦？我很好奇啦，各位同学，满足茶叔的好奇心。如果你们国家装空调也是这么痛苦的话，请你在底下抱怨一下。或者就可能像在台湾或在大陆那么简单，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结束啦，谢谢大家，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拜拜。